来看看美国的总统大选在年底要登场，现在美国政坛最夯的一个话题就是拜登到底要不要退选。我们看到呢，民主党的资深议员已经私下串联、私下开会了，说我们来换拜吧。这是2个小时的视讯会议哦，都是众议员、民主党的领袖们，都是大咖们哦，聚在一起说，我们把拜登换掉，他不会赢啊，他生病了哦。那拜登本人到底怎么想？他要不要退出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呢？他的朋友哦，是夏威夷的州长叫格林说，拜登极有可能在几天之内哦，就会对于退选这件事情做出决定。他现在陷入长考，他现在还在想。那民主党由不得他想了啦，现在民主党已经在串联说在规划，如果拜登7月中宣布退选，民主党要赶快做一个闪电初选，要赶快办呐，要不然来不及呀！时间不等人，这样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才能够赶紧的启动闪电初选，选出替代人选。现在贺锦丽变成大家指明可能取代拜登的这个总统的人选，可是他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弱点，包括他的公开形象跟民主党极左翼连结，他非常左，而且这个左翼的势力啊没有办法赢得全国性的选举，就是大家知道你非常的小众就像如果以台湾的政治光谱来说，可能是极独或是极统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你没有办法赢得全国性的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如果贺锦丽获得提名他有很多的挑战他有很多要克服的挑战，这样子民主党才会赢。而另外呢，川普又在酸拜登了，他挺拜登选到底。他发文讽刺说：“哎呦，拜登你要继续选呐，你继续毁灭美国啊，让中国再次伟大。”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在欧盟、在法国、在英国，连续都有国会大选。英国选出了中间偏左翼的工党来执政，而法国呢，它第2次的这个国会的选举投票已经结束了。根据出口民调显示，左翼联盟的新人民阵线这个石破天惊其实有一点点这个跌破大家的眼镜，预计拿下最多的席次那可是3大阵营现在必须讲都没有取得过半的席次，于是法国将会产生悬置国会什么意思它可能就是3个阵营都不过半，所以你这个执政非常难执政，因为大家的意见、大家的想法都非常的分裂跟悬殊。过去大家以为右翼可能会拿下大多数，可是左翼联盟的领袖梅朗峰已经宣布胜利了。他尽管没有过半，可是他拿下最多的席次。他要求总统马克宏任命左翼联盟组成政府。那现在呢，包括马克宏呢，已经在爱立社公声明了这个期待等待新国民议会的组建然后再做出必要的决定。原来的右翼的这个法国总统埃尔塔他已经递交辞呈了他说我要递交辞呈，绝对多数不能被极端所驱动，不希望看到国家分为3个集团。他也是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那法国的立法院的选举法国的国会选举左翼联盟领先，极右翼受创投票率创97年来的新高，将近100年来的新高，1997年来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观众朋友，这是30年来的最高的投票率。因为过去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对政治也很冷感，对他也不出来投票。跟英国相反，英国这一次的投票率很低，可是法国却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我们看到有4330万公民走进投票所来投票，投票率是67.5%以台湾来看不算高，可是在法国来看是最高30年来的最高。那现在法国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现在变成悬浮议会或者是悬置国会那各界的精英也非常的担心未来，包括法国的航天公司就说不管投票结果如何，我们可能已经走到10年前开始的改革周期的尽头，大家对于未来都蛮悲观的。可是必须讲现在欧洲包括英国、法国经济都很不好，那
我们看到英国的新的财政部部长哦，第一个女的财经的首相哦，她现在呢说她施法美国的财长耶伦哦，她要做一个安全经济学。那耶伦哦，他是现代供应链经济学，可是观众朋友，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债务啊累积了这么久。从今年开始呢，很多人又在警告说，10年内就会压垮美金。你看美国的这个国债非常的可怕，所以学美国真的是好招吗？来问问看亮哥，亮哥怎么看？包括这个拜登会不会退选，以及欧洲的情势。这个民主党如果真的要换人，他不可能办初选啊，他只要在党代表大会有超过一半的党代表决定就可以了，那就是3900多人嘛，大概有1960几个党代表，就是投票同意换某某人，这样就可以了啊。那目前这个很麻烦啦，因为贺锦丽不只是左的问题啦，贺锦丽对经济、对外交议题从来没有人了解他在主张什么，那。而且她有她先天的问题啦，就是她是女性，又是非洲裔，又是印度裔，那坦白讲，美国连那个希拉蕊这么声望这么高的人，后来都选输啊，你就知道女性要当选美国的总统并不容易，有天花板嘛？因为美国大男人主义还是蛮多的。我说实在，我说对比于欧洲啦，对比于欧洲。美国真的还是比较严重啊，性别的问题啦，然后非洲裔已经出过一个奥巴马嘛那基本上他也没有奥巴马那种魅力啦，所以坦白讲，我认为还是败选了。换他一样不会赢，一样不会赢。贺锦丽真的很多人对他印象很深的是，他去中美洲还有去越南的访问嘛，2次都是灾难，就是都凸显出他对外交议题真的是不熟悉到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所以拜登是心智能力出问题，然后贺锦丽是程度出问题，这个都不是短期间内可以改善的，所以这个很麻烦啊。那本来有一个人选不错啦，比如说 Michigan 的州长，那个他也来过台湾，那个女生蛮优秀的。还有加州的州长 Newsom， 又帅，对，可是这2个人都没有准备要选，对，问题在这里所以你一时间要从州长变成全国知名人物，这个难度也蛮高的啦。所以坦白讲，我认为川普已经70%以上会当选了，70%以上了。现在事实上有各种计票，那川普都是过半，所以我不知道啦，而且摇摆的7个州。川普都全赢，那法国是这样啦，法国按照他的宪法是最大党阻隔那这个极左派这个马朗雄这个人也是蛮孤僻的，他不要跟马克龙组联合内阁，他没有要哈，对，可是问题是你这样，你国会没有多数啊，所以你这样，你这个政府怎么会稳定呢？所以我认为可能也会跌跌撞撞。就跟那个荷兰主政府一样，他组了好一阵子才组出来他最后可能还是被迫要跟马克龙组联合内阁啦。那可是总理就是极左翼了那极左翼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忧虑了，因为他要花非常多的钱做社会福利跟环保建设，那很多人都认为法国的财政会撑不住。本来大家预期可能右翼会胜利，对，结果后来有点跌破眼镜。不，因为他们撤出了210个候选人，集中选票支持马克龙跟左翼的相对领先者嘛，所以右翼非常生气嘛，他觉得你们这是不名誉联盟这样。可是赢了就赢了，赢了就赢了，对。好，来彬哥，我觉得拜登这个东西就跟亮哥讲的一样，换不换其实都差不多了。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前临时换将，这个人又不是有充分准备，你不管换谁上来，恐怕情况都不会太妙。你说换贺锦丽，贺锦丽过去就已经备受争议了，在外交上表现也很糟糕。我觉得贺锦丽上台，虽然有一些民调显示有一些民调认为说他会赢川普，但是也有限。可是
你说他真的上来之后能够带领整个团队去打这个选战吗？我看恐怕是很困难。可是问题是，你不把拜登换掉，拜登看起来本来有人期待说他在那天辩论会那个灾难之后，是不是可以慢慢好转？可是他最近还是会出现一些突袭的状况。那你如果持续出现这种状况的话，你的选民跟你的金主全部都会丧失信心啊。那在这种状况下就会整个兵败如山倒。可是因为现在民主党，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恐怕不是单纯是不是能够连任而已，而是至少要保住议会的问题。因为你就算你自己垮了，是至少能够让他们的众议员这些东西能够选得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川普就变大总统了。是。可是问题是，大家不要忘了，国民党当初也是这样想。是啊，国民党这样想完之后，就整个立委全部挂掉。对，所以这样想真的是对的吗？我看也未必哦。所以这个是两难呐，因为你看到这个状况，真的也是令人忧心。可是民主党有更好的办法吗？好像也没有。所以就看拜登自己的决定吧，因为只有他自己能换掉他自己，别人是换不掉他的。是。那马克龙这次算是押宝一半对。就是因为他当初就是硬解散国会来干这件事嘛。那你看第一轮的时候，很多人说马克龙错了，因为第一轮的时候他看起来他的政党支持率非常非常低了。结果没想到第二轮之后，他们重新再调整之后，整个一下暴增回来。所以这个马克龙还是有他一套很厉害。可是问题是你现在遇到左派这个他想要，他也不可能单独阻隔啊，那他又不愿意跟你成为联合政府啊，那请问怎么办？那到最后就真的变悬置国会吗？那在那边，其实法国过去经常这样哦，因为法国是有传统历史，他们就喜欢这样子搞，所以这样搞下去其实会很惨。可是如果现在法国突然让左翼上来，第一个跟欧盟其他国家会格格不入，第二个马克宏上来之后已经让法国债台高筑，他为了要刺激经济啊去做很多东西，那你再让左翼上来，那法国接下来会有什么下场？恐怕法国人自己也要去仔细想清楚。好，来请教舰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我手上的这个是分别是《纽约时报》跟华盛顿，对不起，是《华尔街日报》啊，他所做的一个民调。那我们从这个民调上面这个是《纽约时报》所做的。如果以全体选民来讲的话，那个川普跟拜登呢是49比43。那如果是以这个有登记的选民来讲的话，那其实是49比41，也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川普必胜。那如果说我们看下面这个《华尔街日报》他所提到的话，那如果说我们看最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数字的话，其实是48比42，也是如此啊。那他们还做了更细的是什么？以这个辩论作为区隔的话，那在辩论前跟辩论后，那我们看到有关于拜登的部分那个在辩论前的时候，大概有52%的人支持他。可是如果那个辩论之后呢，只剩下48%。可是如果我们来看是川普的话，他在辩论前呢，他就已经高达了90%，那对不起80%，辩论后到83%，意思是什么？相对于那个拜登，川普根本就是胜券在握。那而且呢，我们现在谈到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买保险了。怎么叫做买保险呢？第一个，波兰总统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就跑到川普大楼去跟川普进行了一个晚餐，那2个半小时，而且拒绝讨论内容。那而且呢，我们另外讲到肖兹在今年1月更早的时候，他在华盛顿期间呢，他就跟川普关系交好的这些国会议员呢，也是一样吃晚餐。那大家不要以为日本都没事啊，日本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呢，也跟我们之前大家很熟悉的欧布莱恩，他也进行了业务的往来。那至于澳洲更有趣了，澳洲的前总理莫里森，5月份他又跑去见了川普。大家各国通通都在买保险，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觉得川普必胜，那拜登呢？那可能无论他要不要换人，他大概都无法胜选。尽管这个拜登呢被大家某种程度看衰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选赢，可是我们看到他
还是要主持各种的国际的峰会，像是北约75年的峰会啊，在明天就要登场了。那所有的这些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巨头们要谈的是什么呢？乌克兰战争，还有欧洲增加国防支出的挑战哦。另外我们看到呢，比较特别的是，包括澳洲、日本、纽西兰和南韩的领导人也被邀请过去了哟。哦，为什么？那大家就说，因为北约啊要防堵中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哦，在亚洲日益增长的角色，所以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哦，这些总统们也都邀请到了 DC 哦，一起去开这个峰会。南韩的专家，他是延世大学的教授文正仁，他就讲哦，邀请这4个国家就是为了包围遏制中国哦，所以北约啊，你应该还是处理你北大西洋的事务吧，这是你成立的目的呀。为什么要盯着亚洲、盯着东亚呢？哦，他打了一个问号。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他就说我要赶快跟这4个印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啊，希望继续对我们基辅提供支援。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已经打到现在了泽伦斯基还撑在那里。那到底这场战争要怎么落幕呢？我们看到这个南欧的一个小国，算是小国吧，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他有大动作，他想要穿梭，希望能够让乌克兰战争落幕吗？我们看到匈牙利总理奥班呐，他都是这个不预警的出席不预警的这个出访，像是他8号就抵达北京，他事先也没说，他跟习近平啊举行这个会谈，叫做和平任务3.0。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奥班他在7月就接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那他就不断的出访，像是上个礼拜他跑去俄罗斯，然后也跑去了乌克兰，然后现在又跑来北京找习近平，他是不是希望来做调停人呢？奥班说，尽管他去俄罗斯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后果，因为西方国家一定会质疑你嘛，说你跑去俄罗斯干什么？可是呢？因为呢，此行因为跟世界和匈牙利的利益不得不进行我们匈牙利有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战争赶快落幕啊，世界也希望这个战争赶快落幕，所以我不得不然嘛。不满奥班倡快速停火督促中间人保持立场一致啊。我们看到泽伦斯基就说啊，你现在要快速停火，那你的利益或者你倡导的内容，你会不会把我们卖掉？你必须你这个调解人，你公开声明必须跟我们基辅的立场保持一致，这样我们才能相信你是做一个和平谈判的条件。那芬兰的总统呢，北欧这个国家的总统就说，只有中国才能够结束乌克兰战争你奥班穿梭来穿梭去，可能也没用这是他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访问的时候，他说，习近平掌握着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钥匙，这个 key 这个钥匙在习近平的手上啊。呼吁美国缓和跟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那中国大陆呢？因为俄乌战争形象受损，这是谁说的呢？这是欧盟驻中国大使托莱多说的。他说你呀，中国大陆啊，你呀，习近平啊，可能因为这个站在你深化你这个。站在俄罗斯那一边某种程度他认为是这样嘛所以他认为欧盟就很难跟你北京继续交流，变得很困难，因为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什么行为呢？因为西方不是一直在指控说中国大陆可在跟这个俄罗斯还有很多的。包括经济上面的贸易呀，还有甚至他们也怀疑他偷偷的可能把一些制造武器的零件或者是各种的贸易呀，往这个俄罗斯来输送。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欧洲，其实某种程度它也是切不断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像是我们看到。意大利的官员他是制造部的部长乌索，他最近就去访问中国大陆，他说希望跟中国大陆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而他们的总理这一位女士叫做梅洛尼，7月也会到北京去访问，到时候她会公布到底意大利跟北京谈了一些什么呢？在中欧紧张之际，我们看到德国有一个动作，它的海上风场打算第一次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风力发电机组现在已经在做相关的协议进行审查了。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先问问看亮哥，从头来帮我们讲一下，北约现在还靠得住吗？
我现在美国跟欧洲都有点乱啊，因为感觉都是末代政权呐比如说这个 G7 现在英国是刚改选完那这个斯凯尔会去，可是他是人权律师出身，以前也没有外交经验，所以他就是个见习生那其他坦白讲，除了意大利的 Meloni 之外，其他都是摇摇欲坠所以那个澳大利亚他也被邀请结果阿伯尼斯不要去，这是有史以来澳大利亚的首相第一次拒绝 G7 的邀请他不要去不要去就意味着这个会就开假的嘛，因为明年搞不好都换人这北约也一样就北约的核心就 G7 一样的啦所以我是觉得，所以你就会感觉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出现这根本都已经坏了传统了比如说你匈牙利的奥班，你是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没有错，可是你不是主席你怎么可以说你去访问普京你就去了你怎么没有在理事会讨论一下自己就跑去了而且普京现在是跟欧洲等于是世仇对着干而且大家都不能去见普京都没有人去你怎么说了就去了呢？那他显然就是他想要斡旋俄乌战争嘛因为他知道了整个欧洲的右翼在崛起，那右翼都不喜欢俄乌战争嘛，可是他小孩开大车对啊，你以为你是谁他是一个小国吧，人口不到1000万，964万所以呢当然就没有好结果嘛。普京就跟他讲说乌克兰没有要停止事实上就是泼了小冷水了因为他们是关系很好啦对，那奥班就发现不行那没有结果，回去不好交代跑去北京对就是说哎呀让我再把这个中国拉过来，这样我就稍微更有利一点那因为中国大陆也想拉拢匈牙利所以就接见他那个华春莹还去接机因为中国大陆那个电动车就想利用匈牙利当做破口所以不止去投资零组件，也投资电池所以我就跟你讲，欧洲现在有点乱就你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比如说请问奥班代表谁你不能说他代表欧盟欧盟没有授权对不对那北约有一个国家叫土耳其他既然说他要参加金砖，这简直已经完全乱了套了，就真的乱了套，这都是乱了套了，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所以我说，你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大陆就很聪明他不要跟那个欧盟那些打交道，他都跟个别国家打交道，因为就觉得你这有点乱集团间很乱欧盟特别乱欧盟真的特别乱，因为很多政府正在组织当中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不问一下彬哥，像是俄乌战争到底要怎么收场？奥班看起来是他好不容易当到轮值主席，在想大展拳脚一下。可是老实讲，他本身实力不够，然后他跟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恐怕不如他想象中好到这种程度。而且你最关键的美国，你没有办法说服的话，你有什么用？你去讲也是白讲，对不对？因为现在俄乌战争能够打到现在，美国是一个最关键的角色。美国如果完全不供给乌克兰武器，乌克兰就打不下去了嘛。那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没有做出决定，这场战争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大陆当然也很关键，但是中国大陆不像美国可以主动式的去解决这个战争，因为中国大陆毕竟不是实际参战的那一方。那美国其实，在某一种程度来讲，它等于是实际参战，因为乌克兰正在帮他打代理人战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美国那边有决定要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有得谈。但是我必须讲，以目前的态势来看的话，这场战争，除非乌克兰继续想要再打个好几年，慢慢打，不然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在短时间之内要获得和平，泽伦斯基大概必须要有所让步，有所牺牲。你觉得如果川普上来，有可能事情有转换？非常有可能，因为川普已经讲了，他说我选上，我甚至不用直接就任，我就可以解决这场战争。那你说有哪一种解决法？很简单嘛，就是说你泽伦斯基如果不同意的话，我断吹，
我军武就不支援你了，我那个其他相关资金我也不给你，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乌克兰状况已经不好了，如果这时候武器也没有，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没有的情况下，他怎么打？根本没办法打。其实今天有个新闻，当然是人家有点故意在讲俄罗斯，说俄罗斯从北韩那边进了很多炮弹，就质量太差，就直接膛炸，还炸死他们自己士兵。你想想看，俄罗斯这种大国，世界武力第二强国，都可以打到这样子的程度了。乌克兰有什么本事去跟他撑？他唯一的就是靠欧盟跟美国在支援他。那欧盟老实讲，现在大家只是嘴硬而已啊。实际上，奥班做的是很多欧盟人想做的，大家都想赶快从这场战争脱身。所以奥班现在也是集合了欧洲议会的一些人啊，他慢慢要成立党团，陆续壮大。对，他就是要来搞这一套，要慢慢形成欧洲的一股力量。所以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整个局势那么乱？其实这反映出一个实际的状况，也就是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力远远不如以前，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美国如果是在过去20-30年前他那一种实力这种状况的话，今天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美国自己逐渐弱化的时候，而且美国自己内部政治又动荡不安的时候，泽连斯基真的要好好想清楚，怎么样一个决定才是对他来讲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做出对乌克兰人最适当的一个选择的话，这场战争持续拖下去的结果，乌克兰人到底还要死多少，真的没有人会知道。是，好，我们进下广告。好，北约峰会明天就要登场了，地点在华盛顿 DC， 会为世界带来什么样改变吗？请教舰长。北约峰会其实是从明天7月9号到7月11号，其实是北约的75周年的一个峰会啊。那在这个峰会里面呢，事实上啊，我们回想一下，第一任的那个北约的最高指挥官其实是艾森豪将军。艾森豪将军当初上任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美国在北约的角色是要让欧洲重新站起来，而不是成为欧洲的一个永久保镖啊。那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是欧洲的永久保镖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于俄乌战争的这些军费啊。那不管是重建经费或者是军费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各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总数啊，已经达到了2060亿的美金。那在这个里面，美国就提供了790亿美金，也就是超过1/3都是美国提供的。那是不是美国其实是永久保镖了？而且我们往回头看啊，1960年代以来，事实上盟军所有的这个就北约盟军所有的开销啊，其实美国买单了61%。所以我们看到北约的确，美国占有极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刚刚上一节讲到，大家都在买保险啊，买什么保险？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吕律师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总统赖清德最近好多的动作，他的大刀挥来挥去，先是砍了郑文灿，接下来会挥向谁呢？我们来看看黄阳明说啊，赖清德有一本死亡笔记本一个一个处理啊，你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下一刀会指向柯建铭立法院的老柯吗？黄阳明就讲了过去吃里扒外的，或者是2019年当他跟蔡英文在党内初选的时候有动用网军攻击赖清德的人，你一个都跑不掉，我一个个记录在死亡笔记本里面，然后来处理，来算总账。真的这么恐怖吗？我们先来看看台南今天凌晨发生的一起枪击案，非常可怕。
枪手开了11枪，枪枪致命哦，把这个包括这一个叫做这个林世杰的这一名人哦，这一名地方头人好了，用这样来形容他。他曾经做过台南市民进党的党部执委，有枪炮前科，现在是渔会的理事长，他的女儿还是台南市议员呢哦。那这个时间点，林世杰一早被人近距离连开11枪身亡，到底有人在暗示什么？有人在警告什么？还是要杀人灭口呢？哦，因为7月21号，民进党会改选嘛，这是民进党最高的权力这个来源的改组。赖清德他是党主席，他高压清理派系，要列解正国会。看起来正国会已经被列解了，因为陈亭妃已经被正国会给除名了。那枪击案是不是台南黑金结构的夜报呢？哦，我们看到一环扣着一环，水很深。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林世杰他牵涉什么案子？过去的台南市议长的贿选案，他有参与他那个时候还把一个国民党的议员请上车，威胁他要他这个投特定的人选，记得吗？哦，林世杰在这，他的女儿曾经做过黄伟哲的发言人，现在是市议员。台南市议长邱丽丽跟林世杰也认识，并且交好，还有郭在清跟林世杰也有很多的合作关系。过去林世杰曾经同框过黄伟哲、林俊宪不得了，他是赖清德的大弟子。台南这么多事情，从过去88枪。光电案的疑云，现在连渔会的这个地方头人都已经变成枪下亡魂了。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查下去背后会不会动摇国本呢？郑文灿出事之后呢，我们看到民进党党内安静无声，有一股山雨欲来的诡谲气氛。郑文灿本来在礼拜6的时候呢，是用500万交保，可是最新消息现在出来了。桃检抗告成功，现在郑文灿500万交保是撤销了哦，高院发回重裁，重新来裁决。那有没有可能郑文灿会被压呢？会被羁押呢？现在大家都在看哦。我们看到赖清德过去曾经讲过，打诈、扫黑、肃贪是政府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要重回，要回应人民的期待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周末的时候，赖清德跑去台南碾香，他还面对媒体讲了一段话，说要处理这个检调呢，要这个不勿枉勿纵，并且这是不得不然。感觉上他是2度回应郑文灿案，可是观众朋友，一方面是勿枉勿纵，一方面是不得不然。可是我们把时间倒回11年前，当时吴乃仁跟洪其昌2位新潮流的大佬涉及弊案，那个时候赖清德是落泪，要用他的生命来为2个人的清白做保证呢。来听听看。好，我们再来看看，因为这个3案还没有处理好。那前台糖董事长吴乃仁前洪其昌因为这个所谓的弊案被判刑定谳，这是后来的事情。可是看起来赖总统也没有为他当时的保证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说法那另外呢，我们先来看看，包括这个郑文灿跟赖清德都是新潮流的嘛，那为什么态度不一样呢？过去他为吴乃仁，他为洪其昌用政治生命来保证，那这个赖清德的待遇差这么多，是不是因为其实他已经不是新潮流了，还是说郑文灿曾经背叛过他，或者是郑文灿后来投靠到其他的派系呢？我们看到我刚刚说到的郑文灿事件之后所有的绿营的来宾、绿营的政治人物其实都缄默，都不作声。包括黄捷在节目上被问到说有没有对于郑文灿收押的事情有没有任何的补充？黄捷直截了当的说没有。过去郑文灿地方之霸，并且是党内的政治明星所以他生日的时候呢，都有好多人来替他祝寿礼物收不完，甚至有很多人发脸书。可是现在他今年生日却很稀微的、很可怜的涉贪，然后被声押，结果被检调给逮了。被检调给这个长期的16个小时的讯问所以真的是惊喜。如果要来比较的话，实在令人不胜唏嘘啊。可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个民进党的政治明星涉贪这件事情，一般的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在青鸟的群组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很多人不晓得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透露心声，就说我挺阿扁，挺阿灿，贪污的钱是拿来建国的。其实还是很多人这样想没关系啊。
贪一点没关系，你只要爱台湾，你只要护台湾就好了，可以拿来当做建国基金哦，像是群组都有这样子的事情。也有一个人说我是人，我挺郑文灿哦，这是政治迫害啊，国家机器都动起来了啊，国家机器不是赖清德的国家机器呢？很多人都说我不介意民进党贪污，只要顾台湾就好了，跟阿共对抗就好了，贪污没有关系。可是党公职都没有人出来，而今天在立法院，我们看到又是打成一团，而且大乱斗哦，立法院永无宁日啊！我们看到，包括这是为了选罢法大战，王宏威跟林楚英互殴哦。那我们还看到呢，很多人的看法是说，是不是赖清德总统其实要让立法院越乱越好，因为越乱越好，可能对他选情还有更多的加分，或者是对他选情或者是控制国内啊，不管是对内对外都有益处呢。郑文灿已经请辞了海基会董事长，那对两岸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陆委会的发言人梁维杰是这样讲的，他说海基会董事长是谁都不妨碍跟中国大陆的沟通，所以他认为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洪启昌他是前海基会的董事长，我们刚刚讲了他是新潮流的大佬嘛，他今天也讲了话，他说希望不管谁来接任海基会董事长，都应该在宪政的架构之下扮演维护并促进两岸的和平、社会的融合还有交流的重要角色。他意有所指说要在宪政的架构下，可是赖清德总统已经定调了，两岸是国与国的关系，所谓的新两国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样有回到宪法的架构之下吗？这个洪启昌是在跟赖清德喊话吗？来，先请教亮哥，我们从前面开始讲这个赖清德真的有死亡笔记本名单吗？他是有仇必报吗？你可以解析一下他的个性吗？赖清德就是有恩报恩啦，有仇报仇啦。可是报仇你要考虑现实环境啊，所以你看他事实上是6月初才任命海基会董事长嘛。那总统府现有的一些幕僚，他也留任了蔡英文的幕僚。那个就是在他权力还没有壮大之前在他权力壮大到一个程度，他觉得他可以掌握司法体系等等等的时候，他一定会开始清君侧了因为他当然想用他自己的人嘛，这完全可以理解啊。而且他当然记得那个整个过程嘛，就是那个过程有多少人在打压他。2019年，事实上2019，因为后来陈菊是关键人物嘛，陈菊改变了态度。陈菊本来是在2个人中间是平衡的那后来改变态度，那请问是谁去劝的嘛？当然里面就有一个核心人物叫郑文灿嘛，这还用说吗？那后来大家的理解就是北流加中流整个倒过去支持小英嘛。中流当然也包括厉景翔啦、蔡其昌啦，北流当然也包括林喜耀啦、段宜康啦可是里面关键人物就是郑文灿因为蔡英文真的很喜欢郑文灿，不然怎么会让郑文灿硬要可是就是他喜欢郑文灿，可是他也意外害了郑文灿因为蔡英文就是他那个案子2017年就出现了嘛。对，你说那个弊案嘛。你以后如果碰到吴宗宪，你可以问他啦就是当时就有人要约谈相关的人物。吴宗宪2016年就开始办了。对，然后都被压了，都被压掉了。吴宗宪很生气不是被调职就是干嘛那吴宗宪也因为这样，主任检察官也都升不上去，后来就转职嘛那整整拖了7年呢那这个政治的干扰司法办案，这个要有人做一个查明吧就有交代啊。对啊，因为你就看嘛，那个赖清德上来之后，那这个案子就桃检就在试嘛，因为陈嘉义跟那个余秀端都不是容易被摸头的人那他们就觉得在试，那结果这次就没有人挡了，所以就顺利办案所以你去看他6月约谈的那4个证人，就立刻收押表示他有完全巩固的证据，证据早就在手上。对，而且还有照片。对，
这个已经保存了7年了，意思就是说7年前他就有这些事证，结果他竟然不能约谈相关的重要人士，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有点是蔡英文你硬要捧某些人吧，提拔某些人吧，你最后是这个很讽刺啦，害了你整个政局啦。后来蔡英文不是要硬拉林智坚？对，所以硬要郑文灿接受林智坚当那个桃园县长、桃园市长。郑文灿本来就要选郑运鹏嘛，对，结果蔡英文就硬搞一个林智坚来啊，小英男孩啊，那后来就爆发论文案嘛，那论文案要死不死也查到郑文灿也有论文案，后来郑文灿就撤销啦学位啊，对啊，然后郑文灿就不能当行政院长啊。你看这个就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爱他，结果害了他。本来就是啊。我跟你讲，他本来的布局啊是，如果林智坚顺利选上桃园市长，那郑文灿就是要接行政院长，对，那郑文灿就会接党主席，那就是郑文灿选总统，那就下一次就该他选总统了。那赖清德搞不好现在就在海基会啊，对啊，本来就是啊，是倒过来的局哎。对，那哪里知道林智坚引起了人家去查论文，结果你郑文灿论文也有问题，结果你接到了副院长，结果副院长你就没有办法接党主席啊，是整个盘就翻了嘛。所以这过程，我觉得赖清德点滴在心头啦。从2019他这个初选怎么被打压，然后一直到当副总统当到最后一天呐、我想谁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筹划一些打压他的行动，我想他自己心里清楚了。他了然于胸。所以这个就是杨明讲的啊。那有没有可能最后清算到蔡英文？因为蔡英文毕竟是前总统啊，不一定啊。可是有很多人赖清德是知道都是哪些人在策划了，你以后就会知道了啦。所以我们未来这几个礼拜或几个月，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看到他在我说，清算。除非你都没事，你很清廉，你都不要沾到某些事。可是据我了解，里面有很多人都是有事的啦。就这一档错的蛋了啊！来请教宾哥。其实你说赖清德有没有死亡笔记本？我觉得他不需要笔记本，他记忆力很好。他只要铭记得就好记在心，铭记在心。点滴在心头嘛，对对不对？所以有机会的话，他当然弄你一下刚好而已啊。基本上谁叫你当初要弄我？但是重点是你要去想，这些人如果没有把柄的话，你也不要担心人家弄你啊。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如果很清白的话，是啊，就是这么简单嘛。因为他想要乱搞也不太可能嘛。所以就是这一些，如果你们当初这8年你不是太干净的人，那你当初又得罪过赖清德，那你现在就要小心了。因为你看他一个一个在搞，而且是非常有步骤、有计划的，而且是全面性的开战。你看郑国会这边也搞，然后这边也搞，今天台南发生那个事又不知道是什么状况。所以我觉得，当然很多人会说赖清德为什么要一下子就全面开战，多线作战，其实对自己不是不利吗？我觉得赖清德一定是有把握，他认为他现在已经掌控到某一些东西，他才敢这样做。实际上，我就一直在讲赖清德会去讲那个不得不然，而且是他特别接受记者访问，是他自己走出来，他自己走出来，他特别就是要记者去做这个回应的。其实就代表他确实在这个事情上是有他的态度，而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开绿灯的嘛。所以既然他出手了，我想如果就随随便便让郑文灿500万就交保，然后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话，那也很闹亏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好戏可以看呐，这个绝对不会是这么简单就结束的。那只是今天早上发生这个事情也非常怪。你要知道，这个林世杰他其实跟黄伟哲的关系很好，因为他选议员没选上的时候，黄伟哲直接把他叫他去当台南的那个农产运销公司的董事长。他其实就有点类似像韩国瑜当年在台北的职位，市长派的，对，市长派的。那他女儿又因为这种关系，先是市府发言人，然后又出来当了议员。那现在这个到底是单纯挑战江湖恩怨，还是挑战黄伟哲，还是这背后有更深的利益勾结？因为林世杰也牵涉到邱丽丽的贿选案，对，所以这中间非常非常复杂。那这个会连到谁？因为台南跟很多人都有关系，民进党很多人都跟台南有相当深厚的关系，到最后一路签下会签到谁？这个是我觉得恐怕赖清德自己要去小心注意，他也不见得是绝对安全。当然，以目前他总统的身份，你除非他
他是什么叛国啊这种，不然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办他。可是对他自己来讲，你这样搞得不好，搞不好对他自己声望也是有重大损伤的。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民进党在内部正在内斗，所以这一些不是站得很稳的人，除非像王浩宇这种边缘人才出来讲之外，没有人出来讲话。他谁那么傻出来讲话干嘛？不找死？对，你要万一押错宝怎么办？所以大家都先看一下风向再说嘛。那问题是，这个风向会往哪里吹？蔡英文就完全无动于衷吗？郑文灿也不是好惹的啊，他会这么简单吗？所以大家都会去看。可是我觉得赖清德最让我讶异的就是，他到现在还是决心要在立法院里头跟你乱斗，而且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哦，就是我要让你蓝白，就算你是多数，我让你会永远都开不成。我就跟你斗到底，然后斗到明年来罢免你。我觉得他现在预计就是这样的啊。你看以前你说院会斗就算，他现在连委员会都在斗。对啊，委员会今天真的很精彩。然后委员会完全不开了，是就这样搞。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么爱斗争哦，接下来我觉得他要担心的是，不是老共的问题，而是美国爸会不会出手，美国人会让你这样继续这样乱搞。对啊，立法院现在真的是变成结结实实的疯人院了哦，完完全全不晓得在干嘛，所以天下大乱对赖清德来说是形势大好吗？来请教。我们讲到死亡笔记本啊，死亡笔记本刚刚讨论的都是政界的，那军事领域嘞，我们想一想啊，赖清德他会如何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他好不容易啊去看一个无人机的部分，结果你无人机上面出现的是什么？是 Made in China， 心里会不会很生气？其实会，而且现在立法院里面又爆出一大堆有的没的。什么叫有的没的？我们就先看到啊，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乌克兰战场所看到的这个无人艇啊。那这个无人艇啊，实际上来讲，它的大小啊其实蛮小的，但是它可以承装200公斤的炸药，然后它可以跑800公里啊。那这是马古拉那个5号的这个无人艇。那但是呢，其实乌克兰有没有新的？有啊，它有潜行者5号。其实无论是我们刚刚讲前面的那种，或者是现在这种，它使用的 link 到底是哪一种？它都使用的是 Starlink。所以我们在做无人艇的时候，我们有想到这件事情吗？那我们看看人家的都是这样，我们看看我们的，这叫做什么快骑计划？快骑计划它长成这样，这么大一颗，然后它的那个可实际上携带的弹药不如我们刚刚讲的两款，而且它的造价是500万到700万，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200万。所以这里面没问题吗？其实问题很多啊。那从无人机一直到无人艇，我们看看中国大陆最新的论文在讨论什么？他们的论文在讨论是什么？也就是无人机跟无人艇互为导引，然后前往监侦那个目标，也就是你发现了无人机，可能水面还有无人艇，甚至还有从水下出现的，也就是这边讲到所谓跨界值的。所以现在看来啊，就是他是找了顾立雄来当他的代理人，在国防里面下手。不过是不是能够把中科院的问题一并都解决，其实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中科院的第一个它的成绩很复杂，第二公公婆婆多得很啊。